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來自耐克的 GT Cut Academy 2代，也就是簡版的 GT Cut 4。這一代比上一代有了更激進的外底造型，雖然還是只有前掌才有 Zoom 氣墊，但是這一代的氣墊從上一代的豎指變成了橫向放置的扇形，對於大家的發力反饋會有更大的幫助。我最初購買這一雙鞋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，就是因為它在圖片上看上去真的特別帥，鞋面質感好像特別棒看那個光澤度確實有點小 GT Cut 4的意思，但是拿到實物之後，說實話還是挺失望的。前半段的鞋面只是用了一層薄薄的太空棉，其他位置基本上全都是最普通的工程網布。不過重量表現確實還不錯，單支42.5碼的重量差不多在340克左右，而且整體的重量分布做的也比較均匀，穿在腳上的體感重量十分輕質，完全不会成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。那如果你對這一雙鞋感興趣，那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度了解一下這雙 GT Cut Academy 2。這一雙鞋是一雙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籃球鞋，因為它的靜態表現真的非常出色。如果你去專賣店試穿啥的，很可能就會被它出色的靜態體驗給迷惑。首先，它在初上腳時的包裹感受就非常出色，偏寬的鞋楦對於腳型的包容度確實非常廣，不管是什麼腳型都可以在這一雙鞋身上得到出色的包裹體驗。而且偏厚的鞋面材料也能提供給我們非常出色的包裹舒適度。但是它的動態鎖定並不是特別出色。雖然不會掉跟，但是在做一些變向或者是對抗蹬地動作的時候，雙腳在鞋內會出現非常明顯的位移，尤其是窄腳的兄弟們如果你們選擇了這一雙鞋，那這種情況就會更加明顯。而且與此同時它的鞋面強度也非常糟糕，在側向蹬地或者是防守受到對抗的時候，它的鞋面完全沒有辦法支撐住我們的雙腳。後跟的鞋面材料也巨軟，而且這一雙鞋後跟的港寶，不管是覆蓋的面積還是自身的硬度，都完全不夠用，整一個鞋面系統的強度都不夠。如果你只是想穿它去投籃練練球，那確實沒啥問題。但是要穿它上強度，要穿它去打比賽，那它一定無法勝任。這一點你在購買之前就必須要考慮清楚。但是不得不說它的中底體驗真的非常出色。首先腳感非常棒，在初上腳的時候就能明顯感覺到它中底的柔軟。中底的泡棉我大概率估計應該用的是 Cushion，Phylon 的話應該會更硬一些。而且在有着不錯腳感的同時，緩震表現也還不錯。我180斤的體重，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，確實會有一定的震腳感但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，大體重如果你只是拿來打室內，那肯定沒什麼問題。而且前掌的氣墊在體感上也非常的明顯，一上腳就能感覺到前掌氣墊的存在，並且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前掌的氣墊能提供給我們非常明顯的力反饋。雖然它的中底重心確實不算特別貼地，場地感表現比較一般，但是反應性非常棒，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腳底下非常乾脆，完全不會泄力，而且前掌的氣墊還能提供給我們一定的推進感，這種感覺真的非常棒。但是這一雙鞋在初上腳的時候，你就能明顯感覺到它的中底龍骨落差並不是特別大，會有一點點前高後低的感覺，並且隨着穿着時間的上升，後跟的衰減一定會比前掌更快。到了後期它前高後低的這種感覺一定會更加明顯。如果你不能接受這一點那我建議盡量還是不要考慮這一雙鞋了。除了這個問題之外，它的中底在其他方面的表現都非常出色。除了上述的這些優點之外它的中底過渡也非常絲滑，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，它的中底力傳導都特別順，不會有任何的斷層感。再加上這一代身上這個極為誇張的弧形外底，跑跳體驗也非常出色。如果你是跑跳型的球員，這一雙鞋的中底體驗你一定會喜歡。而它這一個誇張的弧形外底對於多腳步的球員來說也會特別友好，不管是用哪一個角度觸地感受都非常棒。前掌的彎折也比較輕鬆，不管是正常跑動、變向還是做一些切入動作，它的前掌彎折都特別順，中底不會產生任何的阻力。但是它的自然彎折點在傾斜狀態下會有那麼一點點靠後，而且足弓支撐也明顯有一些欠缺。如果你的腳跟我一樣會比較敏感，那在實戰初期可能會出現一點點腳酸的情況，這一點大家也必須要注意一下。不過只要磨合個差不多1場球
之後，等到第2次穿的时候就不会再出现脚酸的情況了，会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間啊，但是不会太长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为了拥有出色的跑跳体验，它后跟处的缓震材料调教的会有点偏软，虽然在前掌确實做了明顯的加寬，以起到提升防側翻的作用，但是較軟的後跟加上明顯的收窄，導致了它的後跟穩定性並不是特別出色。如果你的腳踝不是特別有力，那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很好的去駕馭它了。在你穿它打球的時候，可能會覺得非常不安心，非常沒有安全感。這種感覺啊，跟之前的甲3或者是 GT Cut 3非常相似。如果你覺得那2雙鞋的後跟啊都有點太軟了，軟到你沒有辦法接受，那這雙鞋你也一定不會喜歡。當然，除了有着非常出色的中底體驗之外，它的外底也表現得特別優秀。外底的止滑效果非常棒，在乾淨的室內場地上能夠做到指哪打哪，想停就停，不管往任何一個方向移動，腳底下都不會出現多餘的滑動，並且啊，它對於灰塵的敏感度也並不是特別高。在有灰塵的場地上面打球，它的止滑效果也不會出現特別明顯的下降，只需要時不時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，腳底下就能擁有非常拔群的抓地表現。不過啊，耐磨確實不算特別出色。這一次它的外底並沒有使用 XDR 耐磨橡膠，橡膠的硬度有點偏軟，而且不管是紋路的深度還是粗度也都不夠看，想要用來打外場啊，還是會有點夠嗆。雖然等到後期它的價格一定不會太高，但是要用來打外場，我依舊不是特別推薦。GT Cut Academy 2代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C 級，雖然它的鞋面強度確實非常糟糕，強度非常差，甚至在做動作的時候啊，可以說是完全兜不住腳的，但是它的中底表現，它的抓地表現真的都非常頂，都非常棒。如果它真的是簡版的 GT Cut 4啊，那我就非常期待 GT Cut 4的實戰體驗了。不開玩笑啊，它的中底體驗是繼 GT Cut 3之後我穿過的所有耐克籃球鞋當中最出色的一雙，沒有之一。再配合上它止滑效果極佳的外底，打球的時候腳底下的那種乾脆感，我真的很久沒有體驗到過了。但是啊，它的鞋面真的有點太拉了，如果要去打一些有強度的球局，我一定不會考慮它。那這一雙鞋會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員去進行選擇呢？首先，所有要打強度局的兄弟們，我都不推薦。如果你只是想拿它去打養生球，或者是純粹只是用來訓練穿，那確實沒問題。當然啊，如果你想要一定的運動表現加成，那它出色的中底跑跳的體驗一定能夠讓你滿意。而至於這一雙鞋的適配人群的話，我會推薦給所有跑跳型的球員們用來訓練穿着，其他類型的兄弟們我都不是特別推薦。除非你真的對於球鞋的鞋面強度是完全沒有任何要求的，那你確實也可以考慮一下。OK，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大家有空來做 ，Peace。